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下一任啊，你们的下一任会有怎样的特质啊？你们身上又有怎样的闪光点？你们又是怎样吸引到你们的这个下一任的？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关于你们的下一任特质的话呢，从牌面上来看，对方他各方面的特质其实是比较均衡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别的明显的短板。抽到的这前三张牌呢，星币骑士、吊人的正位，还有这个圣杯3啊，我觉得对方他是有着很强烈的土象特质的，有一种坚韧、踏实、肯干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不怕吃苦。性格呢有一点被动，就是在感情上面他们其实是有点佛系的，但是这个人是很优秀的，所以说在这段感情里边，你们需要去主动一点。这个人他能够给到你们很强烈的安全感，就是能够给到你们一种家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会在一个人很多的场合当中遇到他。圣杯3的能量的话，可能是在一个聚会，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的，或者说你们在参加的一个活动，比如说音乐会啊、演唱会啊、朋友的婚礼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就是有很多人的能量存在，你们会遇到他。对方的性格呢会有一点闷，但是心思很细腻啊。吊人的正位的话，他们是有一点轴的。他们是属于那种在工作和事业上面很上心，但是不太会甜言蜜语。他们是那种比较务实的，比较循规蹈矩的。但是呢，他们可能不擅长于表达，反而会让你们更加喜欢他，因为你们会觉得他比较真诚。这段感情就是你们会主动的多一点，因为土象特质一般他们是有着很沉重的包袱的，这种包袱可能是一种很沉重的当下或者说过往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的责任心一定是很强的。他们虽然说在感情上面不是很主动，但是在事业上面是很拼的，而且他们是一个团队当中的领导者，带头冲锋陷阵的那种感觉。他们有着这种风向特质啊，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很注重外貌啊，就是外在的那些东西，他们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精神层面的沟通，三观一致对他们来说最重要。如果说你们要打动这个人，我觉得不是靠你们的外在，而是靠你们的内在。正义牌呢，代表的是对方他们心中有着非常强烈的朴素的正义感，很喜欢打抱不平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之所以他们会打动你们，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正义感，为某个人出头，你们就会觉得他是那种能够托付终生的人，你们会被这种朴素的正义感所打动，而且对方他是有着某种精神洁癖的啊。这个正义派，就是你们和他们恋爱以后，他们就一定不会再去接触其他的异性了，他们是那种很洁身自好的类型。而且呢，正义牌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洁癖，无论是精神层面的洁癖，还是就生活当中也是有点洁癖的。正义牌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象征，就是他们会很尊重你们。正义本身它代表的就是一种公平啊，倡导的理念是男女平等。然后这张死亡牌呢，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遭遇过一次可能是身边人的离去啊，亲人的离去，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他们对于死亡的这件事情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是缺乏安全感的，他们很需要一个家庭，就是他们很渴望组建一个家庭来填补他们内心当中的那种空虚。所以说他们可能就是跟你们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他们是很真诚的。而且呢，我们抽到这张宝剑9啊，他们的内心是很焦虑的，睡眠不是很好，可能是因为工作和学业的压力过大，他们是非常努力工作啊，学业事业上面很拼命，对自己要求很高，有着某种完美主义啊，他们可能会经常失眠，他们的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之所以你们能够吸引到他，是因为你们在他身边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受到治愈的感觉。你们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可能睡眠就会很好，你们身上有着某种能够疗愈到他们的特质啊。权杖6这张牌啊，
他们手举权杖啊，说明他们在事业上面是一个潜力股。可能说你们在他们在事业还没有什么起色的时候，你们就会和他们在一起，你们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宝贵的特质，你们会被他们身上那种自强不息的价值观所吸引啊。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人，就是你们看到，你们真正关注的还是他们身上的特质，并不是他们拥有什么。你们会认识到他们，然后会陪着他们一同成长。这是一个能够跟你们同甘苦共享乐的人。这个人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就是他们在你们的面前可能才会展示出他们身上的那种有一点幼稚的天真的特质啊。他们在别人面前都是有一点生人勿近的气场啊，惜字如金。这张星币五呢，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过一次创伤啊，这个伤害呢，要么是精神上的，要么是身体上的，所以说他们在感情里边是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的。你们之所以会相互吸引，其实不是因为外在条件，而是因为你们自己是有着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格的啊，你们有着一个富足且丰盛的内在。这张星币五还有死神牌，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对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人生是比较波折和动荡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能够吸引到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你们是能够真正意义上理解他们的，能够理解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这种关系它更偏向和侧重于精神层面的。而且呢，宝剑侍卫啊，你们的出现会让对方再一次的变得勇敢起来。这种勇敢就是因为你们之间的这种爱，它更像是一种信仰，一种心态，一种精神力量。两个人互为彼此的精神寄托啊，这种关系，它是一种信任、接纳、包容，还有自我的消融，甚至是自我的超越，把对方当作是自己，把自己当作是对方，彼此之间的这种小我的隔阂会消融掉。你们两个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啊，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会变得越来越顺畅。一开始会有一个磨合的阶段，这段关系会让你们两个人更加接纳彼此的灵魂。这种关系的存在呢，会让你们两个人都看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它会让你们的灵魂不再孤单，并且感到慰藉。这种相爱呢，我觉得这种关系是你们两个人都会更有勇气去面对未来人生的那些起伏和波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个权杖二呢，就是说你们的下一任从牌面上来看的话，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看得很长远，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而且呢，年龄的话可能要比你们大2到3岁左右。在你们遇到他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有一点孤僻，但是很优秀啊，不喜欢社交，或者说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效的社交上面啊。这个人看起来的话呢，一开始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封闭的，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独来独往的。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着明确的目的的，但是他们越是这样独来独往，越是封闭自己，他们的内心就越是有一个细腻且丰富的世界。这个命运之轮呢，这个人他就是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因为命运之轮这张牌呢，它是你们在人生有一个重大的转变的过程里边遇到的。比如说你们要换工作，学业上面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说做出重大选择的前后，在那些重大的事情背后，它往往是代表着运势的转换。这个人他会出现在你们生命当中一些值得纪念的重大的日子的前后。然后呢，这个权杖五啊，他们是有一点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的，他们有着很强的胜负欲、占有欲。他们属于那种人群当中一眼望过去，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能量场。他们是一个天生的竞争者、领导者，很喜欢参与到竞争当中，并且充分的享受它，因为他们有着对于自己的实力非常的自信啊，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这个星币女皇的话呢，我觉得你们身上能够吸引到他们的点就是你们身上似乎是有着一种沉稳和笃定，就是他们看到你们以后呢，他们的那种容易冲动的鲁莽的能量在看到你们之后就会变得安定下来。你们身上有一种女神的能量场啊，是那种光彩照人，
珠光宝气的感觉，你们也是那种人群当中的焦点，所以说对方他是能够一眼识别出你们的能量的。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其实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能够认定彼此，有一点像是一见钟情吧。而且对方见到你的时候刚好是你们最完美的一种状态，可能是你们要出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啊，而且在你们遇到他的时候，你们是很安静的坐在一个地方，好像是在等着某个人，然后对方他就会来主动的去找你们搭话。星币国王的逆位呢，对方的话，他们和你们相处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很慷慨的，会给你们花很多钱。他们是属于那种不太会用花言巧语来修饰自己，更多的就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啊。逆位的星币国王，我觉得他们是属于那种永不满足的类型啊，永远在突破自己。所以说他们身上的那种能量呢是很强势的，不断的去在寻求突破，不断的在试错。在事业和学业上的话，他们是一个潜力股啊，就是说你们的出现其实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他们的焦虑的。而且圣杯五的话呢，他们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但是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有着一个很脆弱且敏感的自我的，他们把那个自我隐藏起来了。我觉得可能是和他们的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是原生家庭的一些遗憾，或者说过去的感情有某个人求而不得，那么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某种心事没有办法释怀的。那么你们之所以能够吸引到他们呢，是因为你们的出现就相当于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他们的某种心结，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内心当中是有着一个白月光的，而你们可能在某些方面非常像他们的前任，或者说那个白月光。你们的出现能够一定程度上填补他们在过去感情当中留下的某种遗憾。而且呢，圣杯七啊，我觉得他们的世界呢是充满着诱惑的，他们的身边有很多的桃花，或者说他们的工作会让他们接触到很多的异性。但是呢，正是因为，但是他们其实是那种洁身自好的，就是他们不会去，呃，不会去，即使他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诱惑，但是他们也拥有很强的定力。我觉得就是你们遇到这个人啊，他们之所以对你心动，可能是他们在你们的身上也看到了某种很宝贵的特质。你们的自身也很优秀啊，它是一种强强联合的感觉。而且呢，所以说这个逆位的星币七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感情，它是没有这个暧昧期的，它是那种很直接的，对方会大声的、坦荡的表达自己的爱和喜欢。这个圣杯二其实它就象征的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能量是非常匹配的。而且呢，对方他的这种火象特质吧，让他们看起来的话，应该大概率是一个北方人啊，身材比较高大，身高至少有1.8米以上，比较强壮，性格呢比较强硬啊。你们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这种性格有一点，就是他们有一点自己和自己较劲的感觉啊，不断的在鞭策自己，他们的能量是很紧绷的。那么你们的出现能够让他们内心当中那部分很矛盾的自我和解掉。星币一这张牌呢，我觉得他们是很真诚的，他们手上的星币，一方面是他们会很慷慨、很大方、很豪爽，另一方面可能这个星币它不仅仅是一种钱，它可能还会给到你们一些资源，让你们去创业，做一点生意。这个星币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资源啊，不仅仅代表的是金钱，它还是那种可以变现的人脉和资源。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下一任对象是有能力帮助你们跨越你们当前所在的这个阶级的，或者说你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会扶持你们。你们认识到他们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商业的场合或者说环境当中，你们可能和他们有着某种业务上的往来，通过某种交易啊，你们买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买的某项服务，或者说是一个很高端的商业合作，甲方和乙方签订合约的过程当中认识到的他。你们两个人不仅仅是可以在一起谈恋爱，还可以一起创业，一起搞钱搞事业。一般来说的话呢，谈恋爱和事业这两者之间会有一定的冲突，但是这组牌它特别在你们找的这个人，就是能够让你们在事业和感情上都能兼顾得到。
我觉得这组牌呢，这种关系它一定是非常成熟的，它不是那种海市蜃楼般的浪漫，而是建立在一个很成熟的前提之下。这种爱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这种爱能够让你们的内心生长，这种爱它也是有一个很坚实的物质作为基础和保障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在遇到彼此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不怎么差钱的，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又能够赚到更多的钱。然后这种感情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在对方的身上唤醒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你们双方都因为唤醒了内心当中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我觉得这组牌它对应的是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这种关系里边会看到一种自我实现或者说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啊。通过给予，对方可能会给予你们一些资源，而你们呢可能会给予对方一些情绪价值，让他们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能够丰富彼此，共同提高生命的认同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首先第3组牌的话，关于你们的下一任特质啊，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骑士，对方呢他们是属于那种很温柔的，但是在这种温柔当中又有着一种力量，他们是那种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发出的一种体恤式的温柔。因为对方他们本身就是水象特质啊，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能量呢很像是水象星座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他们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就是那种文质彬彬的感觉啊，有艺术气息，从事的领域也是艺术啊、心理学、哲学、人文社科类，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学者的气息，理想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而且呢，他们还有着那种艺术工作者所特有的这种特立独行吧。他们和你们在一起的话，他们是能够拓展你们的世界的，能够带你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且呢，他们能够带你们去接触和涉足到一个你们之前一直感兴趣但是又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啊。他们可能在玄学、神秘学方面还有一定的研究。我觉得这个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有着一颗很有趣的灵魂，整个人的审美是在线的，在穿着、穿衣风格上面属于那种简约的，有一点轻奢。他们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就是很松弛的感觉。然后这张逆位的圣杯9啊，他们是属于那种深藏不露的类型，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们不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但是你们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就感觉好像就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你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才华，他是慢慢的释放出来的。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和感情是渐入佳境的。第3张牌女皇啊，女皇本身你们自身就是有着很强烈的吸引力的。他们一开始可能是被你们自身的这种身材和外貌所吸引，他们是那种就是会被你们身上的那种特质所吸引，而且呢你们看上去是那种有一点很高贵的、很好的身材曲线、精致的妆容，这种气质其实会很吸引他，就是你们身上有一种高级感，你们也是深藏不露的，有着强烈的边界。这组牌你们是属于那种氛围感的美女，就是你们会很会打扮自己啊，你们身上有着那种格调、审美和品味都是在线的。然后呢，这个逆位的权杖，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这种感情的话呢，它可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小的波折。逆位的权杖可能是比如说他们在追逐你们的时候呢，可能你们第一次会拒绝掉他，就是你们不会这么快的去答应这种感情。我觉得可能你们的在感情上面的话呢，你们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会淘汰掉那些不坚定的人，因为你们自身是这个女皇，说明追求你们的人很多，你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筛选掉一些烂桃花。你们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有诚意，所以说第一次你们可能会拒绝他，你们会花很长时间去观察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权杖女皇，你们是那种很有主见的，很有自己想法、有规划，
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啊，你们在感情这个课题上是很慎重的，不会轻易的去谈恋爱。这种关系里边，你们会是一个主导者，就是你们会主导这段关系，你们会选择让谁来接近你们，或者说选择有谁可以靠近你们。而且呢，这个权杖9就对应的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你们在过去的感情里边可能会受到过一些伤害吧，可能被扎过，所以说你们在亲密关系这个课题上有一点逃避型依恋的人格，也有可能和你们的原生家庭有关。但是呢，这个圣杯9包括这个权杖9包括这个女皇牌啊，你们在感情里边是属于一旦爱上对方以后，就是很容易会上头，你们的这种特质不太敢轻易的去谈恋爱。之所以这个人能够进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啊，权杖4应该是他是通过一种很传统的方式，就是可能是你们很信任的一个人啊，很信任的一个闺蜜介绍给你们的，有一点像是那种相亲局，或者说像是那种相亲局认识的。但是这种相亲局是那种就是彼此很信任的人介绍的对象，他其实都是很靠谱的，你们认识到的这个人是知根知底的。这种感情呢，你们跟他们的接触是那种比较正式的、传统的、按部就班的。而且呢，这张星币10就是说你们的这种感情是会得到2个家族的支持的，或者说他们的家人会很喜欢你们啊，你们会通过这段感情融入到对方的一个大家族当中。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和他在一起的话，你们需要接受的就是他们是那种大家族式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家大业大的感觉。但是呢，一旦你们融入到他们的这个家族里边呢，可能你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和保障。而且呢，这个圣杯骑士的话，对方应该是有着留学的经历的，可能说你们就是在国外认识到他的，他们也有着一个很不错的教育背景。隐士牌呢，其实我觉得对方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看起来呢水象特质啊，其实是有一种这种少年感，很清新的气质，但是他们的内在又是非常成熟的，甚至是有一点沧桑，他们的外在和内在有着很强烈的反差，这会形成一种张力吧，就是有一种魅力，就是你们会发现他其实在感情里边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格。而且呢，这张力量牌就是你们2个人是属于那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质，但是呢在一起又有这种惊人的粘合力，就是他可能和你们之前所喜欢的那种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们见到他以后又会为他打破自己的标准和原则。对方他是一个在骨子里边有着某种浪漫主义和浪漫特质的性格，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和你们一起去做很多很浪漫的事情，或者说为你们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他们是那种比较有品位的，过着很小资的生活。而且呢，你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因为他们的是那种很浪漫的性格吧，就是你们的生活是会多姿多彩的。他们可能会送你们一些很精致的、很独特的礼物，或者说他们亲手创作的一些作品，因为他们是在艺术领域有着一些造诣的，他们有着很丰富的想象力和这种艺术天分。我觉得这种爱呢，就是你们2个人在遇到彼此之前啊，你们2个人首先他就是各自完整且独立的个体啊，以自己的方式去生长。但是在遇到彼此之后呢，你们会通过互相给予的方式啊，实现这种结合，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给予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为了唤起在彼此身上那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给这段关系啊，就是你们的下一段关系一个建议的话，关于你们和下一任的相处，或者说怎么遇到他呢？借用弗洛姆他说过的一句话吧，就是爱不是一场遭遇，它是一种因果。你是什么人，种下什么种，撒下什么水，就会收获什么花。如果你们的心智越成熟，经济越独立，沟通技巧越好，那么这种亲密关系它和谐的概率也就越大，你们遇到的那个人也就会越优秀。所以说你们我觉得这种关系呢，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你们会通过爱上这个人而爱上整个世界。同时呢，这种爱也是你们对于自己的爱，你们投射到对方身上的爱同样也是你们对于自己的爱，它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或者说你们遇到这个水象特质的圣杯骑士啊，
它就能够激活你们身上的这种创造力，你们两个人会携手去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孤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